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要来分享 A&O Hostel 的住宿心得，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它的促销活动的时候买到了几张优惠券，住宿优惠券。这就要感谢之前荷兰我最省 Too Cheap for Dutch 这个粉专。是在年初的时候，然后他那时候就有po出来这个优惠券，然后它还有分29元跟39元的分别，差别是差在就是使用的范围不太一样。29就是某几个点可以用，39就是更多点可以用。对，那 A&O 它就是一个连锁的 hostel， 可以这样理解。大部分在德国，然后我知道是有在那个丹麦。对，你买了以后，那一张优惠券就是会有拿到一个代码，它是3年之内把它用掉都可以这样。对，那用的话就是你要一样要去它的官网去预定。然后订的时候再用这个优惠券去抵。那每一个优惠券呢，它是2人房或是家庭房2个晚上，然后29欧。对，就是要连续2个晚上。对，就是听起来是这样蛮便宜的啊，因为我们在欧洲，至少在荷兰或是德国、比利时，大概我们如果是一家4口住的话，无论是双人房或是那种家庭房，大概也要100出。最便宜大概就100左右了啦。对，所以它2个晚上才29，其实超级划算。对，我们想说，那反正就是先买来，这3年内反正总是有时间把它用掉的。如果真的很糟就认赔。对29欧。因为热门的A&O 的据点的话，那当然是建议就越早的时候订，你比较确定会有空房可以使用。那我们这次订的是在圣诞假期21到23一个，然后23到25一个。对，然后对，总共就是连续4个晚上。对，连续4个晚上。那我们用就是等于是我们入住2个不同的 A&O， 然后接着这样。我们是6月底的时候订12月底的大概半年前预定。对，那时候订房还蛮容易的。我觉得用这次的 voucher， 那时候订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是，我们那时候优惠券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担心说，圣诞假期是假期期间，它会不会不能使用？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订也没有特别想太多，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想说29元就很便宜嘛，那反正总是会用到的。然后那我们在真的下订的时候，发现，这个 voucher 竟然没有什么。假期不能使用，因为在台湾你买一些饭店的优惠券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你可能这个 voucher 只能用1到4，就是周间使用，或者说你假日遇到旺季呀，遇到什么暑假期间、寒假期间、过年，你就要加价之类的一些弹书，但是这个 voucher 竟然没有我就觉得还挺不错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顺利的订好我们12月这个假期要住的饭店了。那你出发前对这个 hostel 期待大概怎样？我对它就是一种青年旅社的概念吧，所以你就不会期待它会有什么很豪华的设施，然后住宿品质或是床会有多好，因为想想一个它是青年旅社，大概就是简单住有地方睡而已。第二个它的价钱又这么便宜，所以我那时候对它就是不太有期待。那我期待是因为我对 hostel 印象就是都是背包客，然后来往的人就比较复杂，然后可能大部分都住通铺啊，然后应该不太会看到小孩子，都是年轻的这种感觉。我的想象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使用，我觉得还蛮……对，我就觉得蛮刺激的这趟旅程。对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样子，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，我们开箱2间，一个间是在法兰克福的，因为法兰克福有2间，那我们开箱其中1间，然后另外1间在纽伦堡的 A&O， 开箱给大家看。快的，我们旅程结束了，同样一个画面。对，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住完的一些重整的心得。我觉得以29欧住2晚的感觉真的很好。整个住下来的品质，我觉得其实超乎我的预期。因为我本来预期就是如同刚刚就是之前说的，就是它有可能很小，设施很老，就是比较糟之类的，就不会太豪华。但是我住在法兰克福的那一间的时候，它的大厅有小孩子的设施，那时候我就已经惊艳到了，因为我没有预期，原来这种很像青年旅社的hostel 会有小孩子的设施，然后它真的有1区，然后旁边就是也有很多插座的，很像咖啡厅的那种长桌，然后也有另外一边是很像餐厅的
吧台，就是因为它旁边有卖一些酒嘛，酒吧那边，所以那边就很像餐厅的地方。然后它厨房也不算小，虽然稍微简陋一点，不是很多设施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你要简单弄个烧个水啊什么的，就是也还可以。但是它缺点就是你房间的东西的备品原则上就是没有。它只有给你有床单有床罩什么的，但是你所有在浴室里面所用到所有东西，毛巾啊、牙刷、沐浴乳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沐浴乳有哦，沐浴乳有2合1的，对，那吸收乳有，对，吸收乳有，然后就是尤其牙刷的话，普遍来说欧洲本来就是要自己带啦，那但是毛巾的话就是要自己准备。哦，这样有各一条？没有，那是擦手布啊，那等于擦手的吧？那我觉得它。对我们来讲比较不方便的是，因为我们去的是冬天，所以都会想喝温温的热水啊什么的。那它的热水器只有厨房有，所以你就要到大厅1楼那边才能使用。冰箱也是，冰箱也只有大厅才有。对，厨房才有。对，就是房间里面是没有的。那空间感的话，我是觉得蛮 OK 的啦。对啊，我觉得空间蛮大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法兰克福我们住的那一区，我自己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是出去吃饭嘛，我觉得感觉是还算安全，就不会说等晚上出门的时候感觉怕怕的。但它的车库不是很好停，它的车库就是蛮狭窄的。车库2天住下来，感觉就是你一定要预定，已经在订房的时候就记得把车库加进去，不要想说当天去再跟他讲再加钱，因为很有可能都是满的。对，没错，尤其是可能我们在旺季或是旅游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住宿的人算多的时候。对，而且hostel 感觉都在蛮市区的位置，对，所以车位其实是不容易找的。对，那纽伦堡那间的话，我觉得房间内大小感觉稍微小了一点。那它是厕所跟淋浴是分开来的，那有2间洗手槽是方便的，但是它的那个虽然我从头没有去，但它的那个厨房很小。哦，对，它厨房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厕所的大小。对，就是很小，一个人进去转身有点困难。所以我完全就是完全没有过去弄任何东西，因为就是很不方便。我们只有去那边冰东西而已嘛。对，那冰箱也超级小。对，那他们也没热水壶，它的热水必须在他们的咖啡机，其实也算方便啦。就反正咖啡机我就完全不用等了。对。那他的小孩子玩的地方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对也有，但是他的东西稍微比较旧一点点。这2间我都蛮意外，他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是家庭来的，就不是只单纯是年轻人啊背包客。对，就是也有别的，也是整个家庭有带小孩一起来的。意外的发现亚洲人蛮多的。哦，我觉得是因为圣诞假期的关系。哦 ，maybe 有。圣诞假期可能欧美人就是大家返乡，那剩下在外面就是一些华人啊、留学生。所以到处玩哦。纽伦堡那间 MO 的位置，我虽然不是在圣诞市集那边那个区域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的位置非常好，因为它就在车站附近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是遇到平安夜跟圣诞节是在那边，那都很多店家是可能没有开的。对，那至少车站的麦当劳素食餐厅、汉堡王会开，对，是有开的，然后人潮又非常多，所以就不会觉得很 lonely， 就很方便。对，然后这2间住完以后，我发现 NO 它就是连锁饭店，所以它很多的备品啊，或者是那个大厅的摆饰都有一定的样子跟标准，就是都一样。所以我相信其他间应该是也是大同小异类似，可能就是空间大小不一样。对。那这次住下来，如果再去一次，你会多准备什么？或是？我会多准备热水壶。对，我也是想到热水壶，冰箱就是可遇不可求，所以要冰的东西也不要带太多。然后我自己觉得这2间住下来，我觉得它已经有一些，就几乎已经是3星级饭店的水准了。差别就是可能没有热水壶这样。因为它的接待大厅的人员很好，对啊，都蛮对。我觉得差在房间里面的设备。设备我想到就是差热水壶跟冰箱那个，其他差不多，跟一般3星饭店就可能就差很多了吧。对，所以自己带个热水壶，然后吹风机啦。它有吹风机，好用吗？还可以。OK。所以如果帮全的机会再出来，你会再买？我会再买，你不会吗？应该会，因为真的太便宜了。我觉得真的太便宜，你去那边吹暖气，你也觉得开心。重点是它有小孩子可以玩的东西。但是我不确定夏天入住的感觉怎么样。我们是冬天，所以它会有暖气，你就会觉得有时候没有冷气吗？对啊，因为通常欧洲的饭店是没有冷气的可能有空调，但是不会有。对啊，至少不是说欧洲啦，是说至少荷兰、德国。唯一的
问题就是可能它的点你刚好行程没有去，或者是说3年你用不掉。对，但只有29块，我是觉得还是可以买。那这次开箱就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好，以后如果这个特价机会又出来，记得把握。再次感谢荷兰我最神 ，Too cheap for Dutch。对，记得订阅。好，那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See you，拜拜。